从小就十分疼爱我的邻家姐姐，在临终之际将自己女儿托付给了我。念及对姐姐的旧情，我将少女收留了下来。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日夜的陪伴与关怀之下，竟让对方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不该出现的种子。而等我意识到少女看向我的眼神发生改变时，她已经在我的碗里下人了。你还对他念念不忘吗？女人名叫顾青，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如今的老板。真不是我说，你都28了，还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还真想为了他孤独终老啊？那老板你不也没对象吗？我和你能一样吗？别忘了，现在本姑娘才26，年轻的很。是，对，老板说的是，老板最年轻了，老板永远18岁。星爷嘴上应承着，背地里却不自觉叹了口气。眼前恍惚间出现了一个温柔的人影，即使背对着他，星爷也知道是谁。白皙，一个干净素雅的名字。还想他呢？喝点吧，我买单，喝点也许能好受些。星野摇了摇头，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喝酒。我当然知道，就因为他不喜欢，所以烟酒你是连一点都不带沾的。这么多年，该说你固执呢，还是痴情呢？说我傻吧？记得明早别再迟到了，有个合同要签的，你必须到场。不去不行吗？不行。好啦，知道了，我的老父亲，真是的，整天挑我毛病，下班时间还要吩咐工作，真不知道咱俩到底谁是老板。就因为你是老板，所以才需要亲自签字。你说什么？那个孩子我们找到了。我知道了。这就着急走了？下次吧，有急事，明早别迟到。拔下电瓶车的钥匙，忽略朝自己打招呼的邻居，星爷赶忙跑进电梯，按下按钮。片刻，铃声响起，电梯门缓缓打开，而他的视线当中也出现了个花季少女。像，太像了，哪里都像她。她和她妈妈年轻时一样漂亮。你是？我妈妈叫我来的，她在留给我的纸条上说，如果那些亲戚们都不愿意要我，就让我来找你，看在她的面子上，至少不会让我饿死。星爷哽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他小时候爸妈很忙，根本没空管他，所以就只能每天跑到白皙家蹭饭吃。那你叫什么？我叫穆小蝶。听着对方肚子响起，但为了维护对方的尊严，他还是选择直接忽略掉小蝶的窘迫。那个我还没吃呢，所以要不要一起到楼下吃碗面？小店不大，但胜在干净，每张桌子都擦得很亮，价格也实惠。店老板从20年前创办至今，生意一直很红，味道也是没得说。张叔，2碗牛肉面。哎，好嘞。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在无形间变得尴尬起来。星野看了眼小蝶，还没等开口，就立马挪开了视线。穆小蝶，对吧？少女抬眼看向他，眸中略带疑惑。这家店其实开了很久的，味道也好，以前我和你妈妈有时候也会来这，一晃好多年了啊。哦，小蝶应了一声，语气淡漠，很明显，对方并不喜欢这个话题。你今年多大了？19，在读大3。对方却回答得很是爽快，虽然语气还是带着一如既往的冷漠。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啊，我吗？没有啊。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身影，此时就坐在自己面前。即便不想，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刚刚见面不到几小时的少女有了些许不一样的感觉。她实在是太像她妈妈了。少女不知自己的容貌对男人们有多大的杀伤力，哪怕没有初恋女儿的加成，单凭她那副冷中带媚的绝美容颜，坐在店里的这一会功夫，就已经吸引了无数目光。来了，小仙，你的牛肉面。这位是？我是他女朋友。还没等我开口，坐在对面的小蝶便面不改色地说道。我和面馆老板同时愣住了。哈哈，张叔，你看这孩子和他妈妈性子一点都不像，总喜欢开玩笑。被叫做张叔的男人足足思考了5秒钟，又看了眼两，方才明白这只是个玩笑，也跟着干笑2声，就此离去了。喂，你知不知道自己刚刚在说什么？当然知道啊。那你还说是我女朋友？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的？万一被别人看到了，信以为真，可能会把我抓去坐牢的，你也就没人管了。危险？要是我不那么是你，等下可就真的危险了。什么意思啊？此时不知是太饿了，还是故意卖关子，竟忽略掉男人的问询，低下头自顾自狼吞虎咽了起来。哎，慢点吃，不够我再给你叫一碗。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那么说，但这孩子看起来是真的饿坏。刚刚我说完自己是你女朋友，你要是不否认，
那这碗面吃完，我估计自己就不是第一次了。你乱说什么呢？我们才刚认识，你就带我来你家楼下的店吃面。要是你对我有什么想法，这碗面吃了岂不是很危险？想法？什么想法？蜜饯我。一股被当作痴汉的错觉涌上心头，他不知该如何形容内心的感受，只是哭笑不得的反问：你为什么会那么想？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还是说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妈妈？两个人同时沉默了。小蝶过于聪明，一眼便看出了男人隐藏了不知多少年的秘密。你喜欢他，对不对？我被戳破了内心想法的我顿时有些羞恼，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你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我以前和她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一起生活？同居？什么时候？只是单纯的在一起吃饭，她那时刚工作。可我妈妈不是比你大了接近10岁吗？所以我遇见你妈妈的时候才6岁，在她身边过了4年。所以你那时候就喜欢她了？抱歉，我问这么多也只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没事，我能理解的。你一个小姑娘遇到陌生人的确应该谨慎一些。那我现在应该叫你什么？干哥哥、干舅舅、大叔？随你便，都可以的。那就大叔吧。这是你家？星野忙着收拾屋内散落的物品，他平时单身惯了，总在忙工作，根本没什么时间打扫屋子。家里忽然多了个小姑娘，瞬间看自家就如同垃圾场一样。那边有沙发，你先坐一会吧。家里还有空房，今晚你就先凑合一下，住我房间吧。哦，对了，我晚上睡沙发的，你可以把门锁上，没关系的。小蝶只感到好笑，看着眼前这个因自己的到来而无比慌乱的男人，她瞬间感觉到无安心。你难道离婚了吗？这一刀精准爆破，硬生生刺入了某位大龄单身男青年那脆弱的内心。我带你去看一下其他房间吧。随后他就领着少女认识了一下自己的房，最后与其一同回了他的卧室。你今晚就住这吧。安顿好小蝶后，星野便抱着被子默默回到了客厅。大早上的来了就睡觉，昨天告诉你别玩太晚，肯定又一直喝酒了。赶紧看完签字，财务那边等着呢。随后顾青便随手签好字。嘿嘿，小疯子，现在我能出去睡了吗？不行。随后反手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燕麦片，又是啪的一声丢到桌上，把这个吃了。周围的气氛泛起些许暧昧。顾青看着那袋麦片，心间泛起一阵感动。看来这个死木头还是知道心疼我的吗？你旁边有杯子，自己冲，我没空。与此同时，另一边，小蝶已经坐公车到了学校，一个人走在路上，也没其他人会和她打招呼，自顾自步入教室，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好。回来了，几天没见，做什么去了？这几天因为抚养的问题，她都请了假，导致原本就令人感到极为厌烦的情书越积越……真羡慕你，能收到那么多情书，我一个都没有哎。女孩名叫薛兰，是个没头没脑的乐天派，天真且话痨，有着超乎于同年龄段少女的活力。小蝶经常被各种亲戚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自然能分清人心，知道对方只是个单纯的小孩子，也就没多加驱赶。虽然驱赶了，也不见得有。一来二去，两人变成了一对有些奇怪的人。经常有人看到薛兰围着小蝶，嬉皮笑脸地说着什么，后者却一言不发，似乎根本不想搭理他。前几天不知道是谁放在你桌子上的，挺好喝的呢。你应该全都丢掉的。别呀，丢掉了多浪费嘛！这份是没署名的，对方估计也没打算能让你老人家动心。何况有纸条的零食都已经被我丢掉了。丢哪了？都丢到嘟嘟这里了。小蝶叹了口气，没再理会他，拿出书本就开始看了起来。对了，有个正事来着。身边的朋友忽然开口，可他却依旧没有理会对方的迹象。薛兰顿时有些泄气。喂，我说木大校花，我都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打算理我呢？你能有什么大事？万一是很大的事呢？好吧，那你说说看，是什么大事？我好像忘了。气氛陷入尴尬，小蝶依旧在自顾自看着书，薛兰却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一样，双眼放光。不过忘了也没事，我之前替你记下来了，在物理书其中一章上。你等等哈，我记得就在这来着。刚一翻到，薛兰就像是献宝般成了少女。少女原本只打算草草瞥过一眼，
没曾想却被上面的3个字给定在了原地。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星野总感觉眼前的少女有些奇怪，说不上白。虽然昨天的相处让他意识到小蝶是个性格比较孤僻的孩子，可今天的她却又是另一副样子。看着餐桌上的几样小菜，又看了眼少女碗中迟迟下不去的米饭，忍不住开口问道：“我做菜很难吃吗？”小蝶还在想家长会的事情，并没有听清，只是看着他那副期待的目光，下意识点了点头。星野备受打击，还有一股强烈的愧疚感。想当初自己可没少蹭姐姐家的饭，现在轮到他报答的时候了，却拿不出哪怕一道像样的硬菜。等等，硬菜，或许你等我一下。说完这句话，星野便在少女那不解的眼神中起身进了厨房，伴着炉灶点火声响起。不一会，他便端着小碗走了出来。给，尝尝这个。小蝶见状，好奇地看了看，那是一小碗泛红的肉酱，带着馋人的香气，大颗肉粒在其中翻滚着，让人见了不由得食欲大开。牛肉酱，我想你应该会喜欢吃的。怀着好奇心，小蝶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到嘴里，稍一品味，眼眸便泛起一阵近乎凝成实质的光亮。喜欢吃的话，锅里还有。今天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成品也很潦草。改天有空了，我再给你多做一些。对于小蝶来说，平时自己总是寄人篱下，有上顿没下顿，有时能安安静静吃完一顿饭都是奢望。这些零食不是男生送的啦，是我妈妈刚刚给我带的。之前吃了你那么多零食，现在也分给你一些啦。小蝶将视线看向少女身后，果然那站着个和她长相几分相似的中年女人，正在和其他家长聊着什么。其他家长也纷纷赶到，孩子们彼此介绍，教室人一多就显得有些吵闹。可周遭越是喧哗，小蝶的内心就越是寂静。她只是低着头看着桌上的零食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小蝶的班主任姓刘，是个性格温柔的女人，至少除了上课的时候都挺温柔的。视线扫过场上所有家长，同时还不忘在小蝶身上停留一刻，又看了眼时间。他心里大概有些数。这小姑娘自打转学以来就一直沉默寡言的，家长会也只是一个人，看来自己应该抽时间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那我们诸位家长人都到齐了的话，就准备开始了。等一下，出乎众人所料，一个冒冒失失的男人突然闯了进来，朝着讲台上的班主任弯腰陪笑道：“老师对不起，刚刚走错教室了。您是哪位同学的家长？”穆小蝶。与此同时，少女还在看着桌上的零食发呆，低垂着脑袋，不知在想什么。你之前没告诉我今天家长会，也没说到底在哪个班，我就把整个大3教学楼都跑了个遍，结果居然是最后一个，还迟到了。看着男人额头止不住流下的汗水和他那略显狼狈的模样，小蝶嘴角动了动，却没说什么。好在家长会进行得很顺利，结束之后，他还被老师给留了下来，在所有家长都走后方才跟着出了教室。一想到少女那令人感到悲催的成绩，再想起自己刚刚迟到的不靠谱表现，他就已经能脑补出待会被老师严厉批评的场景。好在小蝶的班主任只是问了星野几个简单的问题，例如少女的家庭环境、生活状况、个人习惯之类。在得知了小蝶的身世后，他也对此表示了惋惜，同时还不忘很严肃地叮嘱星野一定要多多加强孩子的教育，有时间最好能亲自监督，或是给孩子补补课。他听得很认真，直到走出办公室后，方才叹了口气。喂，小疯子，你给老娘去哪去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那个孩子今天有家长会，我来参加一下。孩子家长会参加，这3个词能让人联想到很多事情。星野，你都有孩子了？什么时候的事？没，是他的孩子，他不是去年，所以暂时由我照顾。哦，那就好，那就好。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抱歉，我让你想起了伤心的事情。没什么的，我早就不难过了。小蝶吃着昨天剩下的牛肉酱，从那干干净净的碗底和几乎没沾过其他菜的筷子就能知道少女有多么喜欢这东西了。从回到我家就尽可能的保持着微笑，毕竟小姑娘考试的成绩不大好，本就已经是很容易自责的事情了，我再生气责备就有些过分了。那个小蝶，你一会吃完饭有空吗？咱们能不能聊聊？小蝶沉默了，嘴角勾起一抹嘲笑。又来了，又是同样的话。上一个说想聊聊的女人，几天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了，一样的伎俩，就连语气都是一样的。那个小蝶啊，你也知道自己在班上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就是说，我想给你找个老师补补课，你看怎么样？小蝶闻言，眸中闪过一丝疑惑，似乎并不理解眼前这个男人的用意。不愿意吗？不愿意也没关系的，毕竟成绩这东西其实也不能强求的，还是活得开心重要一些。为什么要给我补课？
少女问了一个对于她来说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你的成绩很有提升的可能啊。家长会之后，班主任都和我说了，你其实很有潜质的，只要合适的引导一番，肯定能有很大的提升。我不是问这个，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愿意额外在我身上花钱。星野一脸懵逼，表情很是茫然，思索一番，方才明白少女话语中的意味，于是缓缓低头看向餐桌。你就当我是在尽可能报答你妈妈吧。双方沉默，率先打破僵局的是一道淡淡的女声。我不需要补课。咱们就先尝试一下呗，不行的话再说。可此话一出，少女的眼神却一变再变，直勾勾地盯着他，像是要从中看出什么端倪。你知道补一节课要花多少钱吗多少？2个半小时，500。行，咱们1周补2次，500就500。他本来打算用价格来把男人的谎言给逼退的，毕竟补课1次500块，也只是班上少数几个有钱家孩子的玩具吧，正常家庭根本没能力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费用。我其实真的不需要找老师补课的，再说这开销实在是太大。那不行，不找老师怎么能行呢？到哪去找便宜的人选？难不成你想让我来帮你补课吗？出乎意料的，小蝶思考一会，竟真的点了点头。钱的事你不用操心，就这么几个月时间，一共也花不了多少，不够了再朝我要。进，门没锁。有事吗？这么晚了还不睡？我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补课，如果你实在想让我多考一些分数的话。少女的眼中闪过一丝雨，接着说道：你可以自己帮我，妈妈以前和我说过，你很厉害。星野闻言叹了口气，虽然姐姐所说不假，她的理科成绩的确算得上优秀，可毕竟那是以前，眼下自己都已经出来工作好几年了，哪还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可看着少女期待的目光，以及那张和姐姐8分相像的脸庞，她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那我们就试试，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要找正规老师。少女点了点头，随即转身准备离去，却被男人直接叫。对了，你没有其他衣服吗？小蝶点了点头。那周6我带你去买2件衣服吧，最起码也要买套常服，再买套睡衣什么的。小蝶不懂雨，但她对雨水很反感，因为每次下雨的时候，她都能看到其他同学的爸妈过来接他们的孩子回家。已经放学10分钟了，还没走，像是在等着什么，亦或是说在等谁。直到眼中残存的期待逐渐被雨水打湿、熄灭、冻结，成了冰冷的现实。她其实不该对那个人抱着希望。少女的嘴角弯起一抹微笑，向前一步，迎着风踏碎喧闹的雨。大雨磅礴，瓢泼作响。没多久，小蝶身上的衣物便被打湿了，垂落下来，贴在那曼妙的身躯之上，勾勒出一抹近乎完美的曲线。直到听见了熟悉的声音。你在干什么？男人如同梦境般出现在自己眼前，一身雨点痕迹的西装，打着伞，自不远处朝着他快步跑来。10米、5米、1米，小蝶被对方浑身散发的危险气息给吓到了。她看了眼头顶的雨伞，周围雨声太吵，好不容易才听清我的话语。为什么要淋雨？就不能再等等我吗？感冒了怎么办？冻坏了怎么办？他看着星野的眼睛，从中找到了一丝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刚刚我一直在马路对面喊你，追了你一路，你怎么一直都没听见？小蝶一脸疑惑，略有不解。他刚刚叫我了吗？为什么刚才没听见？一阵冷风吹过，唤醒了少女丢掉的意识。那个雨声太大，我没有听清。见状，星野心里哪还有什么火气，只剩了心疼和自责，甚至还有那么一丝丝羞愧。随后他便说出了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语：走，我们回家。坐上星野后方柔软的车子，小蝶犹豫了下，最终还是将手搭在了他的腰上，选择在男人的背影中躲避风雨。对他而言，现实很冷，寒风从不温柔，雨声喧闹，他早已浑身湿透。可现在的他正在做一个梦，梦里虽然什么都没有，但牛肉酱很香，床很软，怀抱很暖。第二天刚下班的星野已经坐在了回家的公车，一边努力回想着高中时的知识储备，一边构思着之后如何给少女。公车一路向前，中间偶有停靠，我就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不断向后倒退的街景，沉默不言。为什么明明已经过了这么久，静下来也还是会想他？他摇了摇头，脸上浮起一抹自嘲的笑。公车停滞，几个乘客下了车，他再把视线望向窗外，却在恍惚间看到了一抹记忆中的身影。那是个僻静的小巷，里面站着几个女生，正围着一个穿着粉丝裙子的花季少女在说些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霸凌事。星野握着的拳头怎么又松，心到自己真是有些累了，怎么会觉得那个被围住的女孩和姐姐那么像？成年人的世界没那么多勇气与果敢，有的只是打理好自己，少管闲事。他们好像在说些什么，大概是些污言秽语吧。他们好像要动手了。
等等，师傅还有人下车。是不是你勾引我男朋友的？说。我没有。一道清冷的声音随之响起，不卑不亢，平淡至极，似乎并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没有，放屁！见众人撑起来的气势根本没有威慑，高个子女生顿时有些恼怒，一手拽着少女的领子，另一只手已经扬了起来，随时准备落下。就当快打下来的时候，随即出现了一双手捏住了对方即将落下的巴掌，使其牢牢箍在手中，动弹不得。对付这种小女孩，真不敢太过使劲，细胳膊细腿的，万一再一挣扎，手腕被自己捏断了，可就不好收场了。为什么欺负她？男人声音平静，听不出愤怒的情绪，可单凭他那高大威猛的身躯和西装之下坚实的肌肉，就已经足以制止到眼前的几名女生。他勾引我男朋友。被抓住手腕的少女面色泛白，看起来有些愤愤不平。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是我的姐妹。还有，你他妈又是谁？唐可。星野不动声色地加重了手上的力度。没事的，就都先回去吧。你们应该还有作业要写，对吧？他特意把后2个字声音拉长，含义不言而喻。那几个女生平时也都只是在学校里作威作福，哪里遇到过这种场合，纷纷跑出了小巷。我们先回家吧。小巷实际上离他们的家不远，所以他直接选择步行而去，走在少女前面，顺便也可以和小蝶聊聊刚刚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其实我没有。一道细弱的声音自背后响起，星野回过头，一脸疑惑。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没有勾引她男朋友。嗨，我当是什么事呢？我刚才没想这件事，想的是别的。说罢，他表情略有严肃。小蝶，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少女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疑惑。第一，我出钱，咱们转学去别的学校，离开那些霸凌你的人。第二，明天放学之后，你和我一起去堵那个女生。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次，我在前面和他们说，你在后面跟着就好。少女略显尴尬，随即说道：“是我把他们约出来的。”什么？星野当场愣住，瞪大双眼，嘴巴张得老大，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你自己把他们约出来的？嘿嘿。我只是想和他单独说清楚，免得再被找麻烦。可他好像误以为是挑衅了。那你呢？他们刚才还想打你来着，万一受伤了怎么办？以后也挨欺负怎么办？出乎意料的是，小蝶竟然摇了摇头。我不会受伤的，就算受了伤，也一定是他们几个伤得更重。怎么可能？他们有好几个人，你凭什么呢？星野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少女从衣袖底下掏出了一个小号防狼电棒，尖端2头的导电金属还在夕阳下闪着恐怖的寒光，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刚刚的小巷子也是我故意绕进去的，很黑，没有监控看着，就算电晕了也没有任何证据。挺好，至少自我防护意识不错。重新踏上回家的路途，两人此时正并肩走在一座大桥上，脚下踩着不断向前延伸背风路河落。所以你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少女忽然开口，星野挠了挠头，表情略显复杂。那个地方刚好有个公交车站，我看见好像有学生被欺负了，就一时脑热下来帮忙了。小蝶听完，双目直勾勾地盯着他，像是要从那张俊逸的脸上搜出哪怕一丝欺骗的迹象。好在并没有，那就至少可以说明他没有在跟踪他。我其实不反对那些事的。小蝶听后一脸疑惑。什么事？就是大学里的校园恋爱啊，你总会长大的，就是一定要记住要爱惜自己，千万别走你妈妈的后路。那么早就……话说到一半便没了后续，大概是他本身也不想用姐姐做反面教材，所以也只说了一部分，没有过多提及。但小蝶却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而是说了一句有些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男朋友。”星野皱了皱眉，试图理解话中的意思。没关系，你总会有喜欢的男生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遇到了呢。小蝶一阵无言。你真的很喜欢他吗？星野自然知道他说的是谁，只是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问起关于白皙的事情。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回到家，星野便直接进厨房准备做菜。平时独居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公司对不了事，眼下身边多了个需要照顾的小姑娘，饮食上要考虑的就自然而然多了起来。西红柿鸡蛋、青椒炒肉丝，外带一小碗清淡的萝卜汤，算是今天两人的晚饭了。小蝶伸出筷子，夹了一点肉丝放到口中，咀嚼吞咽，尝试着品味了一番，肉质紧实，火候正好，就是口味稍微重了一些，其他找不出毛病。他做饭其实倒也没有很难吃。小蝶有些怀疑自己的味蕾，随即再度伸出筷子，夹了一点肉丝，又放到口中尝了尝。确实挺不错的。你好像很喜欢这道菜，回头我再多买一些青椒和肉。小蝶不说话，只是看着自己眼前的菜品，有些怔然。但凭借多年被抛弃的经验来看，自己不该再吃下去。看着那盘青椒肉丝，语气冷淡的撒了个谎。
我不喜欢吃青椒，只喜欢吃里面的肉丝。不喜欢吃的话没关系的，你现在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肉。等这个周六有空了，我就去趟超市多买点肉回来。小蝶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吃着盘子里的肉丝，直到肉色一点不见，只剩一堆泛着油光的脆物。之前剩下的牛肉酱没有了吗？那个之前做的吃没了，抱歉啊，今天太晚了，我没什么时间做。这样吧，明天我就菜市场买食材回来，晚上就能做出来。男人眼中有光，小蝶能从中看出几分愧疚、歉意和自责，唯独看不出一丝丝的责斗。星野只是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接着像是哄小孩子一样说道：“真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明天我早回来一会，肯定给你做，好不好？”桌对面，小蝶被对方那宠溺的语气搞得不知所措，含糊不清的说道：“不用了。”刚洗漱完的星野还在桌前处理之前没来得及解决的，抬头便迎上了少女的眼神。对方正静静地站在门口，目光冷淡。你什么时候给我补课？星野一脸震惊，立马陪笑道：“啊，抱歉啊，我之前太忙都忘了。我们现在开始，行吗？”于是男人便就此赶鸭子上架班，开始了持续一整个下午的比赛。所以考研题目有什么不会的吗？两人并肩相坐，星野看着两人眼前的卷子问道。小蝶不说话，只是偷偷咽了口唾沫，想了想，伸手指出其中一道大题道：“这个。”男人将视线看，思考一番，发现难度确实有点大。好在他的脑子一直很不错，虽然中间有些磕磕绊绊，但还算不错。至少小蝶听后是点了点头，然后又伸手指了下另一道题。那这个呢？星野没看太看清，把身子凑了上去，稍稍贴近，反问道：“哪个？”他抬起头，与小蝶四目相对，不知为何，少女藏匿在胸腔中的心脏猛地撞了一下胸口，紧接着便是一阵又一阵的蹦跳。刚刚那一刻，她完完整整的看见了男人那俊逸的外表，他们甚至近到让她能闻见男人身上散发的味道。看着星野那张脸，看着他露出疑惑的表情，看着他在自己眼前挥手，看着小蝶，意识重回脑海，听觉再一次复原。小蝶慌忙点头，却见男人正疑惑道：“我刚刚问你呢，你怎么突然就愣住了？是身体有哪不舒服吗？”少女茶不可闻的咽了口口水，摇了摇头：“好好听哦，别走神。”随后，星野继续耐心负责的给他进行讲解，可他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一种陌生的情绪闯进心中，让他顿感一阵不安，可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为什么会？他偷偷看了眼身旁的男人，依旧那般俊逸非凡，正专心研究着题目，看起来似乎没空理其他的事情。忽然，男人察觉到少女的不对劲，赶忙关心道：“哎，小蝶，你脸怎么那么红？是不是又难受了？”小蝶红了脸，桌下藏匿的拳头紧了又松，如同冰山般冷漠的俏脸露出了个生疏的淡笑。没事。补课结束，但小蝶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离去。说起来，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进到男人的房间。他住得很简洁，甚至可以说的上是潦草。整个屋子打眼看去，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和一台电脑，以及一把吉他。你会弹那个吉他吗？学过一点点。星野起身上前将那把吉他拿在手中，指尖轻抚琴弦，眉间带上些许惆怅。很久不弹了。一声叹息过后，男人纤长的手指缓缓闪动，乐曲便随之响了起来。当你听到这条录音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去另一个地方了，但是不要哭，不要难过，就像那是小蝶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听见吉他的声音，她不知道那是一首怎样的曲，只知道它听起来有些作用无伤。让这天空將你我相連，懷念你。有沒有好好吃飯？有沒有好好走了雲的天空還任性，是否他相信在乎反而容易放棄？非要最後一無所有，才無所畏懼。伴着最后一个和弦的尾彈奏結束，一定很可愛吧？這首曲子叫什麼？廣東愛情故事，不過那是很早以前的歌了，我只會這一首，太長時間沒碰過吉他，也都快忘記了。他說謊了，吉他上沒有一丁點灰塵，一定是被精心保養着的，哪怕他平時不彈，也不可能一次不動。小蝶看着那把吉他，不知在想些什麼，沉默了許久，方才重新看向男人。教我彈。星野一臉疑惑，看了眼手中的吉他，
方才会心一笑。想学？小蝶点了点头。学弹吉他可是很难的，我记得那时候练琴可疼啊，手都划出血了。你妈妈当时心疼的不行，还一个劲的劝我说不让。言语将歇，星野忽然沉默了下，看了一眼手上的吉他，又重新看向身前的少女。真想学？小蝶又点了点头。那我回头给你找个老师吧。不过现在你还是重要阶段，还要面对考研，要以学业为重。我学东西很快的，况且我也不想让你花这份钱，我们可以像补课一样，有时间你教我就好。像是怕他不会同意，少女还不忘在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会努力学的，也不会影响成绩。星野有些为难。讲道理，星野其实并不觉得小蝶会刻苦练琴，毕竟谁都有年轻的时候，也都3分钟热度过，一时冲动可以接受。就像现在，上午刚还说想学琴，下午就像个好奇宝宝一样，在房子里兜兜转转的。星野住的房子不大，只能算中等，2室1厅，装修也比较简约，没什么有趣的地方，除了那个不起眼的房间。大叔，那个小房间是做什么的？什么小房间？最里面那间，靠近阳台的。哦，你说那个啊，那原本是上一任户主种花的地方，我来了以后就把它改造了一下，用来放我之前看过的书。小蝶一脸疑惑。你很喜欢看书吗？只是以前了，虽说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长大了也就没什么时间看。不过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倒是可以进去看看。你随便看，我先去忙了哈，有事再叫我。小蝶点了点头，随后男人便离开了书房。小蝶则怀着心中的好奇，在书房里翻找了。有事吗？我想借这本回去看，只是闲下来的时候想看。预想中的他会在说出这句话后得到对方随口的应允，然后转头就把这本日记藏起来，留到晚上偷偷查看。可事与愿违，星野只是看了眼那本书，便一本正经，面色有些阴沉。你怎么把这个拿出来了？男人的身形逐渐靠近，眼神也越发犀利，似乎一切都已经超出了少女的掌控。你真的很想看这本书？刹那间，选择摆在了小蝶面前。那本书其实不太适合你看，里面有些关于内容比较。比较什么？男人尴尬的咳嗽了几声。不过我转念一想，你都已经成年了，也不用再多加看管了，拿去看吧，记得别耽误学习就好。那我可以把这书拿走了吗？当然可以。